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少爷兵，欢迎来到讲解盈丰集团的第2集。上一次呢，我们就稍微了解了 Revenue 的历史背景、核心业务以及财报。那么时隔1年后的 Revenue 又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？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探讨。Revenue 在2020年的9月和10月份分别收购了 WannaPay 和 WannaTalk 后，就在同年的11月与大马华为合作开发一个以中小型企业为重点的电子服务中心。这电子服务中心将整合 Revenue 的内部服务创新平台和华为的云端与人工智能技术，以建立一个发展数字创新的生态系统，帮助大马的中小型企业实现数字转型。不但如此 ，Revenue 也在同月获得大马支付网 PayNet 的合约，为其开发 MyDebit 代币化平台，以在交易时转换和隐藏诸如银行账号等敏感信息，保护在线和电子商务交易活动。这里顺便说说 ，PayNet 是大马金融市场的国营支付网络和中央基础设施。它的单一大股东是 Bank Negara Malaysia， 而其他国内银行如 Maybank、Public Bank、Hong Leong Bank 等则是联合股东。半年后 ，Revenue 和 Kenanga Investment Bank Berhad 以及沙捞越政府携手合作，组成名为 SSG Digital Resources Berhad 的特别用途公司，竞标数字银行执照。随后 ，Revenue 也斥资4400万令吉，收购位于 Mukim Batu 的4块地皮，准备将这些产业打造成混合仓库与办公室，以将子公司的行政和运营以及技术团队集中在一个屋檐下，可以专注提供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相关的设施和服务。与此同时 ，Revenue 也有意投资1200万令吉，收购一间保险科技公司 Visual Tech Sendirian Berhad 的25%股权，开始进军保险业务。以上的全部活动都在这短短的1年内发生，可以看到 Revenue 为称霸无现金市场所付出的积极和努力。Revenue 那么迅速扩张公司的业务规模，其财务状况又是如何呢？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Revenue 最新的季度报表。Revenue 在2022年第1季度的损益表显示，营业额从去年的1956万令吉，稍微下跌了3.78%左右，至1884万令吉。净盈利则从去年的211万令吉，大涨了64%，至346万令吉。营业额的下滑，主要是因为 EDC 刷卡机的销售额下降了。但是随着公司管理的 EDC 刷卡机数量增加，透过出租和维修方式赚取的持续性收入获得了正面的涨幅，从而抵消了 EDC 刷卡机销售量下滑的部分影响。除此以外，公司的电子交易处理业务和数码解决方案业务的赚幅也比去年大涨，所以才使到公司在这季度的营业额对比去年相差无几。虽然说公司的 EDC 刷卡机业务在这季度大幅下滑，但是仍然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，占据了总营业额的40%左右。而电子交易处理业务和数码解决方案业务则分别占据了33%和25%左右。至于净盈利的增长，主要是因为销售成本下跌所致，但是由于这季度在行政费用中的折旧费用和连接费用的增加，以及税收豁免在本年7月12日过期，导致到税收增加，所以净盈利的增幅被削弱了一点。资产负债表方面，公司的总资产比起3个月前稍微上涨了2.28%，至1亿9341万令吉。从表中可以看到，公司的库存量增加了大约1/3左右，相信是购买了货物所致。等下我们再看看现金流表中有没有显示相关的资料。公司的贸易应收款就比3个月前减少了1半左右，证明公司已经向客户收回了剩余的账款。至于公司的其他应收款突然的暴增，公司并没有在季报中给予解释。不过从2021年的年度报表中可以发现，其他应收款项目中占据大数额的，分别是公司给的定金、预付款和递延成本等等。但是想知道当中暴增的原因，唯有等到明年的年度报表才能揭晓了。还有不得不提到的，就是公司的现金和银行余额几乎达到了1亿令吉这么多，虽然对比3个月前是稍微减少了，不过仍然是在总资产当中占据数额最大的一个。另一方面，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反而是下降了，比3个月前下降了20%左右，至3016万令吉。从表中可以留意到，公司有向银行借少许的贷款，但是数额并没有很大，而且也有减少的迹象。还有公司的贸易应付款和其他应付款也比3个月前少了，意思就是公司拖欠供应商或客户的钱已经减少了。
至于现金流表 ，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一季度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%至744万令吉。从表中可以了解到，公司的库存量有现金流出了，表示这公司购买了货物，所以也就跟之前在资产负债表时说的不谋而合了。另外，公司成功收回部分的应收款，以及减少了应付款的偿还量，所以这季度的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才比去年同期来得多。除此以外 ，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就呈现流出状态，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62%左右，至1577万令吉的现金流出。从表中可以发现，公司的现金都是用在了购置固定资产还有其他投资上，代表着公司一直都很积极的在扩大业务的规模。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则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大约一半左右，至711万令吉。从表中可以看到，无论是去年还是今年，公司都是以发行新股来筹募资金的，所以 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一直保持在流入的状态。在看完了 Revenue 的整个季度报表后，可以感觉到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是十分健康的，没有很多的贷款、应收款和应付款在可接受范围，庞大的现金和银行余额等等。公司也有在季报中提到，对于未来的数个计划，包括通过部署能够接受支付卡和二维码支付的新数字支付终端，以扩展公司在马来西亚的电子支付网络，将业务扩展到缅甸和柬埔寨，还有即将转至主板上市等等。看来 Revenue 的管理层将其财务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而且业务也按部就班的在扩展着，确实是一些很值得关注的公司。那么现在来到最近非常火热的话题 ，Revenue 是否依赖这单一客户呢？根据2021年的年度报表显示 ，Revenue 的主要客户群来自于4个不同的公司，占据了总营业额的62%左右，所以也不算是完全依赖这单一客户的。至于 Revenue 的业务是否拥有光明的前景呢？随着全球科技日渐发达，很多事情也逐渐科技化，使到无现金支付日益流行。例如方便搭 Grab、叫外卖、shopping 逛街、付账单之类的。而新冠疫情的爆发和一连串的行动管制令，也进一步促使消费者转向电子商务和网上购物，电子钱包和无现金支付也就成为了必不可少的选项之一。因此，以无现金支付为主要业务的 Revenue， 未来的发展相信也会非常明朗。各位观众，你们又觉得 Revenue 怎么样呢？好啦，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。喜欢我这次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。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，也欢迎订阅我，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